穿成仙侠文里女主悲惨无比的前世。我本想跟着系统的安排安安静静走完剧情，然后回家，没想到剧情走到一半，我的系统突然更新了。我被诬陷折磨的时候，平时劝我忍耐的系统居然开始怒骂：你反驳呀，你打他呀，你要气死我呀，你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我被吵得头疼不已。等一下，兄弟，你来自哪个频道？系统理直气壮：男频啊。一招穿越，我穿成了仙侠复仇文里的女主。不幸的是，我是女主被虐惨死的前世。此时此刻，我正被无数同门弟子围在正中间，他们举着剑对我怒目而视。而不远处，我的未婚夫正将娇弱怜人的小师妹护在身后。小师妹手臂上被染红了一片，她杏眼含泪看着我，怯生生地开口：师姐一定是被那魔物迷惑了，所以才对我出手的，师兄们千万别动手，不能伤到师姐了。我的未婚夫裴度却发出一声冷笑：阿雪，你不要替这个毒妇说话，他身上根本没有魔气，他就是想要杀你。我持剑而立，浑身便是剑伤，却都没有心口疼的厉害。裴度，我说真正的魔物是他，你会信吗？裴度冷眼，可笑至极。我最终放下了手里的剑，任由冲上来的人群将我压制住，任由鲜血染红这身素衣。我垂眸黯然，原来你根本就没有信过我。因为疼痛，我的视线逐渐模糊，只能依稀看见小师妹仿若受到惊吓一般扑进了裴度的怀里，而裴度将她揽住，连一个眼神都没有递给我。我最终闭上了眼，在心中怒骂：该死的系统，你说好了给我调低疼痛值的呢？再这样搞我就辞职不干了。等了许久，系统都没有回复。正当我愤愤不平，打算一键投诉的时候，那边才传来了系统的声音：你为什么不反驳？为什么不继续反抗下去？我沉默片刻，我怎么反驳？你一个合体期的，哪怕身受重伤，也不至于被一群筑基的家伙这样欺负啊！你那个未婚夫也才刚刚结单。系统的声音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。这下我有些恼怒了，干嘛呀？你以为我不想戳死这群狗东西吗？系统拍案而起：那你去把他们都杀了。靠北，不是你说的要走这该死的狗屁剧情吗？我叫江云生，天云宗的大师姐，一个被未婚夫背叛、被魔物附身的小师妹诬陷、被逐出师门、尸骨无存的倒霉蛋，一个人淡如菊、故作清高、不争不抢的神经病。不过好在我穿越过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系统，他和我说，如果我能按照原著走完剧情，我在这个世界生死后就会让我回家。可是前几天系统更新之后，像换了魂一样。我受辱时，以往总是叫着要我注意表情管理，不能太嫌弃，不能不痛苦，不能太世俗的家伙，突然急得跳脚，在我的脑海中大喊大叫：你给我醒过来，不许装死，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这群家伙心思歹毒，断不可留。他吵吵嚷嚷，还顺手帮我降低了疼痛值。我在心里默默给这个突然犯病的家伙点了个赞，脑袋一歪睡了过去，直到被丢在地上才猛然惊醒。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发簪早已不见踪影，满头青丝滑落，遮盖住我那张遍布伤痕的脸颊。抬头看去，我正在审判殿中坐着全是个疯的长老，他们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，眉眼中全是失望和怒不可遏，他们厌弃我。裴度站在旁边拱手参见宗主，罪魁祸首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就是江云生。他和魔族勾结残害同门，在秘境中杀死了5个同门，夺了他们的秘宝，就连他哽咽道，要不是弟子及时赶到，就连阿雪都要死在他的手上。宗主在听到自己女儿差点死掉的时候猛然震怒，扑面而来的威压差点让所有人都跪在地上，而我没什么感觉，却还是配合着低下了头。系统恼羞成怒，谁让你磕头了？我都给你免疫威压了，你还给人低头？宗主死死地盯着我，没想到江兄留下的唯一子嗣居然是这般狼心狗肺之徒。系统阁我和这家伙对骂，谁才是狼心狗肺的伪君子啊？这群家伙说的好听是教导养育你，实际上明明就是在吃你的绝户。这倒是真的，毕竟我扮演的角色是个大善人。眼前宗主大成期的修为，几乎都是我拿自己爹爹留下的灵丹妙药给他堆起来的。这个时候，一直藏在角落的小师妹却站了出来。她行礼间故意露出自己身上的伤口，虚弱道：父亲，不，宗主，师姐平日里温柔善良，还总是照顾我，她一定不是这样的人，她一定是被人迷惑指使的。眼见她走了出来，裴度里面上前一步，将她护在怀中，小心翼翼地将她带着离我远一些。阿雪，事到如今你还要给她辩解？她分明就是个被嫉妒冲昏了头脑的疯子。裴度皱眉，他给你功法，却让你练得差点走火入魔；他照顾你，却在你的茶水中给你下毒。这种人，你还要替他说话？小师妹见状，似乎还想要说什么，到最后却露出一副有苦难言的表情，可怜兮兮地咬了下自己的唇，垂下眼睫，不再说话。事已至此，我的剧情快要走完了。宗主带着威压站了起来，有灵力带着重量压在了我的背脊上，还缠在我的脖颈上，让我不能说话。可惜力道太轻。宗主开口问道：事已至此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江云生。我没有抬头，唯有2行清泪划过脸颊，彻底心如死灰。宗主大手一挥，立下判决，按照江兄制定的门规，勾结魔族之人必须处死，所有灵宝全部上缴宗门。他又瞥了一眼周围蠢蠢欲动的疯主们，各位没有异议吧？轻描淡写一句话给我定下了结局，还是用我父亲留下的门规处死了我，真是有够狼心狗肺的。不得
得不说我是真厉害，居然忍了这些颠公颠婆发了这么久的神经。但是还好，判决之后再去监狱待几天，我就可以回家喽。我雀跃地想着，耳畔传来封主们和宗主争论的声音。宗主想要独吞我爹留下的东西，而其他的封主不甘心，什么都拿不到，真恶心。整个宗门都是靠我爹撑下来的，这群废物还在争论处死我后，我爹的遗产应该归谁。外面吵得厉害，脑子里系统也吵得厉害。我撇了撇嘴，终于忍不住对了系统一句：你有病啊，干嘛突然这个样子？系统眼见我终于搭理他了，反倒有些委屈，我气不过呀，我哪受过这个气呀？我都帮你扛住那个狗屁宗主的威压了，你为什么不反驳？那还真是谢谢你呀。他还说什么门规？呵，门规？这个世界强者的话才是规矩，他那种药物堆起来的废物算什么？那个制定门规的是我爹。系统气鼓鼓地，你到底为什么不打回去啊？长发遮盖住了我的表情，这一瞬间，我脸上的心如死灰反倒有几分真实。我说很简单，我要走完剧情，因为我想回家。系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我甚至诡异地听到了几声扇耳光的声音。陡然安静下来的氛围让我还有点不适应，我小心翼翼试探地开口说道：不是，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呢？这事儿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系统咬牙切齿，我不知道，我是来替班的，你之前那个系统被裁了啊。我沉默片刻后问他，哥们，你之前不是混女频的吧？系统越发恨得牙痒痒，不是。我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安，那你之前混哪儿的？系统捂着脸，我之前混男频的。他又补充道，我想着来换换口味体验一下，但我没想到你们女频走的是这个套路。我尴尬的哈哈笑了2声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个合体期的打不过刚刚结单的家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被一个筑基的小师妹诬陷，被一群筑基的指着鼻子骂。系统再度陷入沉默，这家伙肯定是被打击到无话可说，开始自闭了。我也没有多管他，因为外面这场争吵快要结束了，伪君子们分配好了灵宝的所属权，宗主最终挥手让他们将我拖了下去。5日后还在此处当众诛杀叛徒。监狱里的生活非常不好，我还穿着判决那天的衣服，血液黏糊糊的，都快臭了。这群天杀的也没说让我洗个澡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我身上的伤好的挺快，除了鲜血吓人的很，其实我早就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我猜这也是男频主角才有的待遇吧，皮糙肉厚，伤口恢复的快。男频系统就是好啊，比我之前的虐文系统好1万倍。之前被虐文系统附身的时候，我一合体期居然打不过金丹修为的裴度，我这身辛苦修炼出来的修为只是一具空架子，唯一的用处就是来彰显男主和反派的厉害。那时候我一受伤就会拖很久才好，遇到男人必定会被他压一头，一碰就倒。只要有人在我面前一哭，我就会心软的将一切付出。我也曾质问过之前的系统，他说这是女主前世必备的技能，我必须识人不清、恋爱脑、圣母心，靠男人拯救，重生后才会有对比。以前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对女主前世的剧情我并不在意，只会对重生复仇的剧情感觉到爽快，偶尔还会留言夸上一句好帅的大女主，女主现在好清醒好棒。可是如今成为了书中人，我才觉得原主并不值得心疼。她一次次被伤害，明知道对方的本性，却还是要赔上家人性命而去帮助男人。最后男人和别的女人相爱，害死了她，她才觉得后悔，想要重来。这样的女主真的很可笑，她凭什么拥有重生一次的机会？系统突然开口吹声口哨，现在也知道我们男频系统的好啦。我哼哼一声，各有优劣，没夸你，毕竟男频的一部分角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说实话，这个男频系统带来的东西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我现在伤势恢复很快，修为也在慢慢恢复正常，也不再有系统说我的想法大逆不道。系统也学着我哼哼2声，准备再说些什么，但是外面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小师妹正缓缓朝我走里，手里正拿着一颗漂亮的红色珠子。她笑颜如花，好久不见，师姐。我忍不住冷哼一声，小师妹早在10年前就死了，现在披着她皮囊的是一个魔修。100年前魔尊死在了我爹的手里，这个魔修仰慕魔尊许久，附身小师妹就是为了复仇。他手里的珠子依附了魔尊一缕残魂。我下意识的垂眼，声音有些沙哑，你还过来干什么？小师妹笑道，自然是看看江辰的女儿落得一个什么下场。怎么这会儿不装了？小师妹居高临下的审视我，我原本把你弄死有多难呢，没想到这么轻松。她轻笑着，你的未婚夫说你一直黏着他，他恶心的要死。你的师父也不喜欢你呢，他说你这个废物全靠霸占着这些灵宝才能爬到合体期，要是早点给他，他早就突破大成了。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怜悯，师姐啊师姐，你活得真是可笑。我咬紧牙关冲到了栏杆边，双手死死地抓着栏杆，你不得好死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师妹蔑视地看着我，如同看向一只苟延残喘的狗一样。她的指尖在我的脸颊轻轻一点，一道狰狞的血痕便出现在了上面，彻底贯穿我的脸。啊！我捂着脸，撕心裂肺地叫着。小师妹后退一步，拍了拍裙角的灰尘，她嫌弃地擦干手上留下的血迹，放心吧师姐，你连鬼都做不成。裴师兄说啊，要让你魂飞魄散。小师妹走后，我又缩了回来，戳了戳系统，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系统无语，你这情绪转变的也太自然了吧。我拍拍胸口，那可不是，这种无语的戏码我都演了这么久，必须专业。
他沉默片刻后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要你走虐身虐心死亡路线，要你走男频打脸复仇路线，你同意吗？死牢中异常安静，我的心脏跳得飞快，下意识地摸上脸颊上的伤口，狰狞的伤口在指尖触碰的时候已经开始结痂，我的声音都在颤抖，哪怕真真正正拥有了实力，我也打不过大成器的宗主。系统说，你忘了男频主角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？快阶战斗对他们来说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更何况宗主那个废物只是药物堆起来的纸老虎而已。我的指尖也在发颤，那个魔修手段诡异，女主的下辈子弄死他也费了好大的功夫，我能行吗？系统笑了笑，男频主角必有其宝，你爹连魔尊都杀的了，给你留下一些专克魔修的东西也不过分吧？剧情就要走完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，我真的很想回家。系统沉默了一下，我可以帮你把之前的任务保留下来。什么意思？要是没有逆袭成功，你还是能通过死亡回去。不得不承认，我的确是个倒霉蛋，但我现在是个幸运的倒霉蛋。系统开口说道，任务增加，请宿主完成复仇，成功奖励回家。行刑当天，我衣衫褴褛，步履蹒跚，几个人压着我走上大厅，他们把我按着跪倒在地。裴度冷淡地看向我，只是在看见我脸上伤痕的时候，表情有一丝怔愣，但也就一丝。他冷着脸宣读着我的罪状，从陷害同门、妒心可憎到残杀无辜、勾结魔修，我的罪行罄竹难书。他们全然忽视了我脸上多出来的伤口，忽视了我满身的伤痕，忽视了我曾经为宗门付出的一切。他们说要剥夺我名下的一切东西，分给个风。他们说怕我留有后手，要让我魂飞魄散。他们说合体气修为委实可惜，干脆全部炼化之后做成聚集灵气的阵眼，加速同门们的修炼速度。他们说我的雷灵根不错，死前可以挖出给小师妹用作弥补。他们要将我剥皮拆骨，分毫不留。我却不为所动，分明跪在下面，却仿佛站在山顶俯视着这群让人作呕的怪物。直到判决落下，他们拿着锤子和镇魂钉朝我走来的时候，我才在心里踹了一脚系统，我还不能动手啊。系统故作玄虚，主角就是要在千钧一发之际爆发才有看头。你等一下，钉子对准我的锁骨的时候，我又看了一眼系统。系统，你还是没有学到精髓，稍安勿躁。锤子将要砸在钉子上的那一瞬间，小师妹捂着唇角，生怕笑出声。系统终于开口，动吧。他再次拍桌而起，不过这次是激动的，杀杀杀，把他们都杀喽！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，我的长剑自殿外飞来，落入我的手心。锋利无比的刀刃瞬间切开了手中的锁链，一道无比强大的剑气将裴度甩开。轰鸣的雷声作响，晴朗的天空一瞬间乌云密布。我手持长剑站在大厅正中央，落下的闪电闪烁着鎏金的颜色，劈开了整片天空。寒风飒飒吹拂过我的头发，往日一双总是含着温情的眼眸，此时此刻冰冷如麻。这才是我，不是从前那个废物女主。我剑指大厅正中央坐着的宗主，眼眸扫过一左一右站着的裴度和小师妹，他们脸上无不是错愕和诧异。小师妹甚至捏碎了自己手腕上的玉镯。江辰之女江云生，按照门规第1条，请站掌门。天云宗门口立着一块写满了门规的石碑，规矩是从第2条开始计算的，因为第1条门规刻在石碑的背后。天云宗的宗主的位置是我爹传给他的，他做得太久了，都忘记了我爹最开始定下的规矩是什么。天云宗门规第1条，强者为尊，胜者为宗主。宗主看向我，脸色已然铁青，但是很快他就站了起来，磅礴的气势汹涌而来，要把我压垮。他眼里满是阴暗的杀意。好，今日本宗主就来亲手处理叛徒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很弱，都以为我的合体期修为是靠着我爹留下的灵宝堆积起来的，但是恰恰相反，除了功法之外，我从未用过我爹给我留下的东西。我总是觉得任务是任务，我可以假装柔弱，却不可以真的柔弱。在剧情之外的地方，我不能完全等着剧情里会出现的男人来拯救我，我应该有一定的自保能力。所以我脚踏实地，一步步往上走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。但是我没想到之前的系统做的事情让我彻底跌落神坛，我被迫成了一个打不赢金丹的大师姐，一个靠着男人才能活下来的大师姐。我扫过裴度的目光，最开始温润如玉，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少年，早就摘下来那张虚伪的假面。他宛如看着跳梁小丑一般的看着我，他甚至朝前走了一步，朝宗主行礼，声音不大，却让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宗主，这么一个叛徒还不值得您出手，不如让我来替宗主解决掉他。他顿了顿，又看了眼身边的小师妹，毕竟我可是您的亲传弟子。小师妹娇俏地笑了笑，抬起的袖子挡住了半张脸。宗主轻蔑无比地瞥了我一眼，他慢慢地坐了回去。那就交给你吧，江云生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毕竟死在谁手里都是死，能死在他手里，或许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吧。我轻笑，没有意见。握在手里的剑尖点了点裴度，又划过去点在了每一个人的头上。毕竟选择一个个送死，还是一起死，都是你们的权利。裴度嫌恶地看着我，死到临头了，反倒牙尖嘴利。江云生，我承认你的确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但是如果想要借此求我救你一命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系统替我呕了出来，你们女频普信男的惹人厌程度，不比我们男频的某些傲娇女惹人厌的程度差劲。我挑眉，那你喜不喜欢看打他的脸？系统得意，当然要看，肯定很爽。雷霆汇聚，笼罩于我的剑尖，如你所愿，这是第一个。话音落下，我轻描淡写的一剑劈了过去。
全然没有在乎那些吵人的狗吠。只此一剑，轻飘飘的一剑，却将裴度横立于身前的长剑彻底斩断，又将他的腹部斩出一道血痕。裴度甚至还没有任何动作，就跪倒在了地上，鲜血止不住地流淌而出。我缓步走上前，抬起脚将跪在地上，还想要昂头看我的家伙踩在底下。周围一片死寂，连呼吸声都无比微弱，唯有什么东西碎裂开的声音无比清晰，紧接着是来自我脚下尖锐的哀嚎声：救命！救命！不要！不要啊！我的金丹！我的金丹怎么可能会碎掉？这不可能！他声嘶力竭地喊着，想要疯狂地翻滚，却只配做我脚下的肉垫。系统举起闪光棒给我打扣。好爷，男频要素之一，扮猪吃老虎，绝境翻盘，装逼满分。我也笑了出来，看向了坐在主位的宗主，微微歪了歪头。下一个，你来。说实话，宗主其实还是挺有自信的，但是可惜如今脚踩他亲传弟子，面色如鬼的我着实太过骇人，尤其是笑起来还颇为疯癫。他似乎有些怕了，周围已经有人在议论纷纷，我是不是入魔发疯？我却恍若未闻，一双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宗主。伴随着我的目光，所有人的目光也慢慢地落在了宗主的脸上，他们脸上都写满了期望，希望宗主能够解决掉我这个疯子。宗门里最高的就是大成期的修为，除了2个封主之外就是宗主，其他人修为还没我高，只是之前的我太过可笑，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放在眼里罢了。事到如今，所有人都在等宗主出手，宗主也不负众望地再次站了起来，从高台上一步步走了下来。他扫过躺在地上被我踩着的裴度，冷哼一声：废物，真丢我的脸。骂完之后，他才看向我那张被毁容的脸，厌恶无比的别开目光。我今天就替江兄好好收拾你这个孽畜，来抚慰江兄的在天之灵。我才懒得和仇人多言，一脚踢开裴度，拔剑朝着宗主攻去。剑刃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刀光剑影间是雷声在作响，压过了来自宗主的风声。在开战的一瞬间，我就觉得自己能赢。跨级挑战本就不容易，但是奈何我不再是之前的江云生了。论剑招他不如我，论功法他不如我，唯有阶级本身的强大底蕴他才比我强上一些。在屡次讨不到好处之后，宗主决定扬长避短，他爆发了所有的剑气，打算和我比一比耐久和底蕴，打算将我彻底压死在他手中。我的灵海在这种纯粹的比拼中迅速枯竭，很快就要见底，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抖了一下，被他的剑气所伤，再次划破了脸颊。眼看我落入颓势，周围的封主们也开始大声叫好：宗主，杀了他！宗主，加油，为那些死去的弟子报仇！宗主！一声声呐喊助长了他的气焰，他气势如虹，一剑劈来，我横剑挡在身前，几乎支撑不住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系统的声音：好了，男频主角要素之一，绝境再度翻盘，临阵突破，雷光陡然闪起，明亮到几乎所有人都睁不开眼，唯有我在雷光中仍旧目光灼灼，长剑刺穿了宗主的胸口，血肉被刺穿的声音响起。宗主不可置信：怎么可能？你突破到大成期了！我拔剑甩开沾染的肮脏鲜血，踹上他的膝盖，逼迫他对着我跪下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我赢了！宗主狠狠跪下，膝盖都在颤抖。他紧咬牙关，眼珠疯狂乱转，不肯罢休地开口乱咬：你瞎说什么？我才想起来，按照门规第5条，叛徒是不算宗门弟子的，你根本没有资格挑战我。系统呸他！之前明明就想要教训你，杀了你，现在好了，又搬出规矩来。你们这儿规矩和道德是不是大破天啊？谁知道，反正我是不想遵守了。我冷眼扫过周围的所有人，声音也放得很轻，却清晰到所有人都能够听见。第1条，强者为尊。我爹当初制定规则是因为他是强者，是因为规则能够保护弱者，而现在我是能够推翻规则，重新界定一切的强者。你觉得所谓的规压得住我吗？宗主颤抖着想要往后爬开，甚至摔了个狗啃泥。不，你不能动我呀，小云生，我是你父亲的挚友，结拜兄弟。不，是我还抱过你，还是我把你养到这么大的。他说的语无伦次，每一次动弹都跟着一抽，疼的身体都在发颤。我的一剑位置刁钻，刺穿了他的窍门，他现在浑身的灵气都在往外泄，根本阻拦不住。好啊，那就听伯伯的。我笑着说，在他安心下来的目光中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刚刚那些对我的处理方式，就劳烦伯伯好好体验一遍了。我朝系统比了个2，这是第2个，接下来轮到第3个了。我抬头看向角落里的小师妹，冲她甜甜一笑。魔修最棘手的不是她的修为，她的修为早就磨损的差不多，根本比不上我。他们棘手的点在于，他们很会逃跑，也很会利用人类的阴暗面。挑拨是非的小师妹就是其中一个。她原本还信心满满，却在看见接连败在我手里的家伙们后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。她甚至没有想要和我战斗的想法，只是抓紧了手里的珠子，想要舍弃掉这具肉身逃跑。我的惊雷却阻拦了她的一切举动。我便宜老爹留下的功法就是魔修的天敌之一，雷系本身也是这些阴暗东西的天敌，所以小师妹从一开始就想要除掉我，而我也一直为了回家选择纵容她。事到如今也该算算总账了，我一步步朝她逼近，她则是一步步后退。我是地狱复仇的恶鬼，她是退无可退的猎物。我的剑不费吹灰之力地刺进了她的肩膀，将她钉死在了这具身躯之中，伸手摸走了她视如珍宝的那颗红色珠子。她下意识地想要来夺，却被我一剑劈去，活生生把那只手给斩断了下来。她跪地哭嚎，灵魂都被我一起斩掉了一些，尖锐的哭声无比刺耳，浑身上下满是魔气缠绕。事已至此，谁还看不出来她是魔物？
而我是被污蔑的替罪羊。但是如今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大家噤若寒蝉。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魔尊，我嗤笑道，一个被我爹杀的只剩下一缕残魂，做成装饰品送给我玩的废物。小师妹无比愤恨地看着我，眼神淬毒。我思来想去，该如何报复他才能让这个怪物痛不欲生？直到最后，我想到了办法。我当着他的面将那颗珠子吞入腹中，吃了个干净。小师妹的目光愣了一瞬间，很快剧烈的疼痛都无法吸引她，她只是疯狂地尖叫着，扑过来死死地抱住我的腿，用剩下的一只手在地上攀爬，企图摁着我的肚子让我吐出来。我一脚把她踢翻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嫌恶地拍了拍自己的衣角。迟了，她已经被我彻底炼化死掉了，味道真不怎么好。系统，靠，狠还是你狠啊，我喜欢。我给系统也比了个大拇指。我踩着他们的鲜血一步步往前，坐上了宗主的位置。面对着这群墙头草，我笑了笑，你们该喊我什么？下方的人目睹了这一出惨剧，面面相觑，最终一同跪了下来，参见宗主。而倒在地上的小师妹也很快地翻过了身，她匍匐着爬了过来，靠在我的脚边，跪在我的身边，不停地喊着魔尊大人。所以你的报仇结束啦？还没有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帮凶，所以我不会原谅任何一个人。你不会要屠了天云宗吧？可你连那3个人都没杀呢，不杀他们是因为简单的死掉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。我坐在宗主的位置上，淡漠地宣告了所有人最后的审判。所有人都自诩修仙之人，居高临下，傲慢无礼，却又比凡人还要势利，踩高捧低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，那么大家就还是从凡人开始做起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都不能离开天云宗一步，而天云宗内也绝不会再有第4位仙人。我说到做到，将大乘期的宗主的灵气炼化而来，成了一个阵法。这不是聚集灵气有助于修炼的阵法，而是吸收天云宗所有的灵气散于这世间的阵法。他甚至贪婪到会吸走仙人身体里所有的灵气，阶级越高，变成凡人的速度就会越慢，但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会回到凡人的身份。系统看着我做这一切，好奇地问我，那3个仙人是谁呢？我的未婚夫，我的好伯伯，还有我的小师妹。我笑着说，一个失去了金丹的废物仙人，一个当作阵眼被捅穿了灵窍灵气指出不尽的摆设仙人，一个疯了的魔修。这些享受了长寿，享受了权柄的人会变成凡人，会经历生老病死，他们必定会疯的。3位仙人就是他们未来最好的发泄剂。我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我放心地把我的仇人们放在一起，等着他们互相折磨，一同赴死。系统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很好，你出师了，原来女频的主角们都这么酷呀。我点了点他的脑袋，所以现在任务完成，我要回家了。系统也顺势蹭了蹭我的手，他打开了那扇透明的大门，打开了我回家的道路。系统朝我挥挥手，合作愉快，祝你幸福。我在进门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，谢谢。番外，在听到江云生说他愿意经历磨难，只是想要回家的时候，系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他看着少女浑身上下遍布的伤痕，总觉得自己的发声部位都仿佛堵塞了一般，难受至极。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用自己的权限换取了一个新任务，换取一个江云生可以选择的机会。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同事曾问过他，为了一个任务对象花费掉自己好几个任务的积累，你什么时候喜欢做这种赔本买卖了？系统笑了笑，现在开始。他看着少女挣脱开无数的束缚，活成了江云生本该有的样子。他看着他一步步为过去的自己讨要公道，他看着他回家，直到最后任务结束，他才有些怅然若失地站在原地。主系统问他工作进展如何的时候，新来的女频系统已经补上了位置。虽然他这次做的事情出格了，但还是收获了不错的结局，剧情在读者里反响不错，所以功过相抵，他可以重新回到男频去过以前的生活。系统却沉默了，半晌之后，他摇头拒绝了这个选择。他无比坚定地回答道，现在我想在女频多留一下。主系统不解，你原本的工作可是很多人都羡慕的，你怎么不要了？因为我找到了现在想要做的事情。系统说，我想要去帮助所有和江云生一样的人，我想要让他们也可以回到让自己安心的家。主系统看着他，因为你沉迷上了救世主这个身份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很喜欢他们自由的样子。全文完。